七国集团峰会召开前，美日等国就开始频频炒作其所谓经济胁迫的话题，企图向中国泼脏水。而日本还主动给曾经经济胁迫过自己的美国当帮凶。对此，中国外交部表示，胁迫外交的发明权、专利权、知识产权都非美国莫属。美国指责别国搞胁迫外交，这是在用自身的黑历史镜像他国。如果这期峰会要讨论经济胁迫问题，不妨先讨论一下美国是怎样胁迫其他6个国家的。新华社18号也发布重磅长文，用一个个清晰案例隶属美国胁迫外交及危害。路透社18号援引一名匿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，这期峰会公报将对中国所谓经济胁迫表示担忧，但他也承认这是此次峰会较为复杂的问题之一。日本共同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，七国集团正在协调制定经济安保附属文件，以反制中国的所谓经济胁迫。报道称，这些计划在峰会最后一天发表的首脑声明与附件中，写明将采取所谓对抗经济胁迫的强制措施，力争实现所谓的供应链强韧化和公平竞争，在半导体、重要矿物和农产品等领域强化摆脱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依赖。此前，在5月11号至13号举行的七国集团财长会期间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还称，美国担心中国对其他国家使用所谓经济胁迫，正思考如何应对。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9号对此表示，美国惯于指责别国以大国地位、胁迫性政策、经济胁迫方式要挟他国服从，搞胁迫外交，这是在用自身的黑历史镜像他国。事实上，美国才是胁迫外交的始作俑者，胁迫外交的发明权、专利权、知识产权都非美国莫属。今天，胁迫外交更是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箱中的标配。为实现一己私利，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各领域的遏制打压，都被美用来在全球搞胁迫外交。世界各国深受其害，发展中国家更是首当其冲。美国出台芯片和科学法，要求接受联邦财政援助的半导体企业不得在中国进行实质性扩张。美国对自己的盟友也下手狠辣，毫不留情。日本东芝、德国西门子、法国阿尔斯通等企业都曾是美国胁迫外交的受害者。如果这期峰会要讨论经济胁迫问题，不妨先讨论一下美国是怎样胁迫其他6个成员国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作为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，日本在跟随美国对华施压方面态度积极。共同社报道透露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向各国提出要求，希望由七国集团作为核心，展示对中国等国的明确立场。针对日本考虑将涉中俄内容纳入七国集团峰会总结，汪文斌也作出回应。日方在谈论规则和秩序之前，首先应当停止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这一不负责任的行径，应当明确重申遵守2战后的国际秩序，旗帜鲜明地制止国内美化侵略历史，为军国主义招魂翻案等开历史倒车的行为。但正如中国外交部所说，日本正是美国胁迫外交的受害者。新华社18号发布美国的胁迫外交及其危害报告，通过大量列举事实和数据，揭露美国在全球推行胁迫外交的恶行劣迹。其中就提到了1986年针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崛起，美国迫使日本签订美日半导体协定，并对日本发起301调查，先后对日本半导体、计算机等多种产品实施贸易制裁，成功削弱了日本半导体产业竞争力和发展潜力。其市场份额从占全球市场50%下跌到2019年的约10%。对此，有分析认为，作为美国经济胁迫的受害者，日本如今又为虎作伥，忘了被美国经济胁迫的血泪史。日本得的不光是失忆症，恐怕还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。美国这一次非常强调的就是说盟国合作或者是提携这样的一种关系，但是呢，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所谓的盟国，它是军事上的、安全上的同盟，并不是经济上的同盟。实际上，经济上呢，他们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固有的矛盾。那有时呢，这些固有的矛盾会暴露一些。那在不同的历史阶段，实际上是有所反映的。比方说美日摩擦，包括美日半导体协议。
有分析认为，美国给中国贴上经济胁迫的标签，目的不仅在于抹黑中国、炒作中国威胁，还在于拉拢盟友并加强彼此协调。但是G7并非铁板一块，内部也有不同的利益。据德国《每日报道》报道，德国期待在日本举行的G7峰会上，就未来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达成共同立场。德国总理舒尔茨希望呼吁将风险最小化，而不是与中国脱钩。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也在G7峰会开始前的发布会上表示，与中国保持稳定和建设性的合作符合欧盟内部的共同利益。欧盟对稳定的经济关系感兴趣，希望促进自身利益，不想与中国脱钩。法新社则指出，尽管美国在对华打压上冲锋在前，但欧洲国家普遍不希望与中国脱钩。现在看的话呢，各国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。各国的倾向也是不同的，所以从一开始设立议题到不断的修改议题，最终会讨论什么样的议题，实际上已经是几易其稿。那现在看的话呢，基本上可以大致能看到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呢，也就是说会涉及到中国，但是程度和表现的方式会有所混合。外界关注到，也许是意识到与中国脱钩并不现实，有美国政府高官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今年G7峰会公报将强调应对华进行所谓去风险而非脱钩。对此，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9号强调，谈论所谓的去风险，首先要弄明白风险是什么，源头又在哪里。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凭借自身军事优势对阿富汗、伊拉克、叙利亚等弱小国家发动野蛮侵略的霸权行径，是破坏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、无理打压别国企业的霸凌行径，是鼓吹民主、对抗威权、试图把世界拖回冷战年代的开历史倒车行径。这些风险无疑来自中国，全部是来自少数试图给中国贴上各类标签的国家。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，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。过去10年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7国集团国家的总和。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，不是挑战；是稳定，不是动荡；是保险，不是风险。世界脱不了钩，也不需要以中国为目标的去风险化。世界需要的是去意识形态化、去阵营化、去小圈子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18号上午，英国首相苏纳克在抵达日本后，就首先前往参观日本海上自卫队横须贺基地，并登上改装后的准航母出云号。日媒称，此举意在展示英日加强安全保障合作的姿态。当天，岸田文雄与苏纳克在广岛举行会谈，就加强在防务、贸易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合作达成一致。苏纳克公开承诺，2025年将再次派遣航母打击群赴印太地区。外界注意到，以伊丽莎白女王号为核心，英国航母打击群2021年被首次派往印太地区。谈到英日将发表的广岛协议，苏纳克称，该协议将使我们加强两国武装力量之间的合作，共同发展我们的经济，发展我们世界领先的科学和技术专长。英国正在增加我们在该地区的参与程度，这对英国而言非常重要。